最近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情，但是很多人他却低估了这些大事情可能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例如，川普宣布他上台之后就会把美国打造成世界第一的虚拟货币大国，他也推出了一些关税的政策。他威胁到，如果有一些国家它是挑战或者是削弱美元霸权地位的话，他就会加那个国家的关税。这件事情的后果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有可能会引爆下一次的金融危机。这一期影片非常重要，所以请记得为我们这个影片点赞，这样你以后想回看这一期影片，你就能随时找到。那我们也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和祝福各位点赞的朋友们。看看为什么特朗普要支持虚拟货币呢？在他的支持下，比特币会不会涨到100万呢？那要回答你这个问题，首先给大家讲一下，788在过去、现在都没有持有比特币或者任何的虚拟货币，在将来我也不会持有任何的虚拟货币。大家想象一下，788一直以来是看不到比特币或者虚拟货币的价值的，也不赞同去买比特币的。但是有一天，788告诉你快点买比特币啦！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他在19年作为美国总统的时候是公开说比特币是犯法分子犯罪的工具，洗钱的工具，要打压比特币的。他为什么这一次会支持比特币，而且用他的影响力和其他的大佬们把比特币从6万多美元推到10万美元，甚至还会更高呢？他现在还豪言要用政府的力量把美国成为加密货币的大国，未来的美国也要大量的收购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可以在留言区发表你的意见，一会儿我会讲我的看法。还有几个人大家要知道的，第一个给大家讲的是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的 CEO Michael， 他曾经也是反对比特币的，现在是大力的吹捧比特币。回到了刚才给大家打的那个比喻，如果有一天788大锣大鼓叫大家去买比特币，肯定是我已经买了大量的比特币。所以我们看一下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它的股价在过去5年是跑赢英伟达 NVIDIA 咯。英伟达是 AI 革命的卖场者，它的晶片是垄断了整个 AI 革命里面需要的数据处理。 MicroStrategy 做了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策略，就是杠杆借钱去买比特币。当比特币涨了之后，公司有更多的钱再去买更多的比特币。最近它是用1.5个 billion 美金买了15000枚比特币。这么大量的资金去买比特币，肯定会把比特币涨上去，然后他可以再杠杆再借钱去买更多的比特币。而其他的人看到比特币涨了这么多，也冲进去买比特币。当然背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特朗普和他的内阁，全部都是支持比特币的大佬们。有这么的一窝蜂，比特币这个泡沫是越涨越多。当然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破，而在泡沫爆破之前会涨到大家都不相信，涨到大家都觉得这会是个新常态，冲进去也要捞一把。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就算相信比特币最后会爆破，也相信有特朗普美国政府的加持，比特币还会涨很大的一段时间。当然 MicroStrategy 不是问银行借钱，因为银行不会借钱给他去炒作比特币的，所以他发行的一种债券叫可换股债券。比特币涨上去了， MicroStrategy 的股价也涨上去了，这个债券的持有人当然是要股票而不要赎回债券。这个时候 MicroStrategy 的股本又多了，又可以再发行下一轮的债券，再去买更多的比特币，使到它的资产不断的滚下去。这个策略只要比特币的价格不断的在上升，它会越滚越大，赚越来越多的钱。因为买 MicroStrategy 就是等于杠杆去炒比特币。但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比特币的价格跌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可换股债券的持有人不要 MicroStrategy 的股票了，要他们把债券还本了。 MicroStrategy 这个时候被迫要在市场里面抛售比特币，而 MicroStrategy 不是唯一一家杠杆去炒作比特币的。如果比特币一旦泡沫爆破的时候，这些杠杆借了钱买比特币的公司都被迫要抛售比特币，这就是一个泡沫爆
迫股灾发生，甚至会引发金融海啸的原因啊。但是在特朗普的加持之下，很多人都觉得比特币都会继续涨，怎么会跌呢？那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特朗普曾经作为美国总统是不赞同比特币，而现在又要加持比特币，给大家科普一下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它的发展历史。这里时间有限，我是非常简化了比特币涨这么多的一个发展的原因。比特币在16年前2009年出现的，它用的是区块链科技，而当时它开始涨，人家买它的原因就是当时大家看到2008年开始全世界的央行在不断的印钞票，量化宽松，大家不再相信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把他们的财富转到其他的资产，有些人就选择了虚拟货币。后来很多人发现虚拟货币它是用来做犯罪活动交易的最好的货币，因为政府是控制不了，也没有外汇管制，所以像毒品交易、买卖军火，甚至把外汇逃出来，贪污腐败，所以虚拟货币就变成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工具了。这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禁止了比特币买卖和交易，美国也一直不支持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因为他们去中心化其实就是公开的挑战中央银行和背后的政府。那为什么现在特朗普180度的转变，支持虚拟货币呢？又回到我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七爸爸大锣大鼓叫大家买比特币，肯定背后有我本身的利益。那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大佬们，其实他们一早已经是买入了大量的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就像首富 Elon Musk 这么支持特朗普，他早已经大量的囤入了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了。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跟美元也是有关系的，最初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和贸易的结算货币，是因为美元背后有黄金，大家拿着黄金去做买卖交易不方便，所以大家就 In gold we trust 美金，因为35美元可以换到1个 ounce 的黄金，那大家就用着美元去全世界做交易做买卖。到了1971年，美国不够黄金来支持他发行的钞票了，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尼克逊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背后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是 In God we trust， 把大家对上帝的信任变成对美元的信任了。当然全世界不买单，所以我们看到在70年代美元是暴跌，通胀也是超级的高，美国跟 Saudi Arabia 做了笔交易，美国给 Saudi Arabia 军事和政治的保护， Saudi Arabia 只收美元来卖它的石油，因为石油当时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商品，人家需要用美元去买石油，美元也正式成为了石油美元。但是到了最近几年，首先是俄乌战争之后，美国用了美元作为战略武器，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这使到其他的央行开始要分散他们的风险，不能把美元作为他们最大的储备货币，因为如果一旦被美国冻结资产不能用美元的话，他们的货币就会崩溃，所以他们的储备货币里面要有其他的资产。那另外一方面，受美国制裁打压的俄罗斯和伊朗，他们是石油的出口国，而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石油的购买进口国，所以很自然买家和卖家都想跳过美元，所以这个石油美元就名存实亡。到最近 Saudi Arabia 也公开表示愿意接受人民币来卖他们的石油，所以大家开始看到美元背后是空气，什么都没有，再加上美国的政府债台高筑，一旦人家不再相信美元，不再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政府是无法偿还他们所欠的债的。所以特朗普作为一个聪明
名的生意人，现在他可以加持比特币，把比特币越炒越高，而美国政府又买入大量的比特币。当然，美国政府的大量的买入，再加上它的政策的支持，一定会使到这些虚拟货币的价格暴涨几十甚至几百倍。到时候特朗普就会告诉你，美元背后都有虚拟货币啊，你看$1背后就有多少钱的虚拟货币啊。当然，这些虚拟货币的价格是他们推上去的，只要有足够的人相信虚拟货币的价格是真的，他们就会对美元重新有信心，继续接收美元来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产品和服务了。所以这招其实是非常高的。那 Rich， 我们现在明白了特朗普的动机和支持他的一众大佬们，他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政策把比特币推高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比特币在短短的2个月内从6万涨到了接近10万了，甚至以后还会更加的涨的。而这也是真正典型的泡沫的形成，因为每次泡沫的顶峰，大家都会有一个新的名词叫 This time is different， 这次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新常态了。这一个亢奋的情绪已经是出现在好几次泡沫的顶峰了。那这个市场当中有2类投资者，第一类呢是价值投资者，而价值投资者呢，例如巴菲特或者是奇葩帕，他们就是认为比特币背后是没有价值而不会去参与，所以他们也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啊。我还记得10几年前有一个朋友在几十块的时候就叫你去买，而且啊每一次他见你的时候都叫你买啊。你看一下人家现在他退休啦。而第2类的投资者呢，就是 momentum traders， 他们就是顺势而为，他们主要是看到一个趋势，在那个趋势上面搭顺风车。而最近比特币有这么强劲的上涨动能，就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不赚白不赚啊！我也在2个月之前在 GMT 也有分享到，当时候呢，我看到比特币它有一个上涨的动能，而我也在 GMT 里面告诉同学们我看到什么机会。当然，你学会上车，你也要学会下车，所以做好风险管理和设置好止损也是同样重要的，这2点也是能够帮助你安全的下车，不然的话你千万不要玩。如果你想知道我怎么样看趋势和做好风险管理的方法，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那前几天特朗普在 X 上面表示，金砖国家必须承诺不会制作新的 BRICS 货币，并且承诺不会用其他货币来代替美元，否则将会面临100%的加税。那到底特朗普他会不会成功呢？那是不是你之前说到的美元危机就不存在了呢？那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金砖货币。那在2015年的时候，金砖国家它成立了一个新开发银行，以促进这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计算和贷款的业务，来减少对于美元的依赖。那今年呢，在俄罗斯它也举办了一个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会议，它也讨论了要建立一个新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呢，主要是通过使用本国货币来进行贸易的结算，也是进一步降低对于美元体系的依赖。那在最近这几年，金砖国家在双边的贸易当中，也是逐渐的增加使用本国货币来进行结算的。例如，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就已经是有超过70%的贸易已经是在使用人民币和卢布。那你觉得特朗普他会成功吗？那 Rich 在讲我觉得特朗普会成功吗之前，我们先来想象一下以下几个情景，你看看怎么样啊 ？Rich， 现在我们张家都不种自己的稻米了，我们吃饭都要买人家的稻米啊。现在我们要让我们张家再次伟大，现在我们买稻米的时候要加100% 的关税，我们自己种田吧，行吗？哎，你为什么不种田啊？你要我再种田啊，那是不可能的啦，倒不就去买更贵的米哦，都是你害的啦。那这样你就拿这卷草纸去跟他买米，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就再加他100%的关税去。你就傻的。那大家看到特朗普想什么是特朗普想什么，人家接不接受是人家接不接受。特朗普可以想要加100%的关税，要全世界接受他的美元，不准搞其他的。特朗普可以想很多的东西，人家接不接受呢？我们来看一下金砖国家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俄罗斯和伊朗肯定是要不用美元了，这个时候中国有机会做到新的世界的大佬，难道会投降放弃
这个机会吗？再看看巴西和南非这2位小弟，他们的最大的贸易对象就是中国大陆。如果中国要坚持的话，巴西和南非宁愿站在中国那里，因为中国问他们买的东西和卖给他们的东西是更多的。而我们看一下南非，如果美元崩溃的话，那就黄金会更值钱。南非是出口很多的黄金的，这样也会帮助南非。而巴西本来也没有太多的钱，有中国大陆借人民币给他们去贸易，怎么会放弃中国大陆而走到美国那一边呢？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控制了85%的稀土，也生产了全世界80%以上的太阳能发电的硅料和电动车所需要的电池。那中国为什么不制裁美国，像美国制裁中国的晶片一样呢？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其实没有那么傻，如果制裁美国这些产品的话，只是给美国机会去发展这些产品，有一天超越中国。那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在半导体全面的封锁中国，只是给了中国整个产业链上下同心去发展它的晶片的技术。就算没有制裁的低端的晶片，中国电子产业下游的客户也要去美国国产化，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也会被美国掐脖子禁运。这其实是完全辅助了中国在半导体和晶片设计生产方面这个产业的发展。那所有的事情都有代价，特朗普想加关税，又把非法移民赶走，代价就是高通胀。高通胀会使美联储升息，但是特朗普又要美联储降息，这个矛盾如何去协调呢？如果通胀高了，美联储是加息的话，又会把美元推高，特朗普又想要把美元的汇率降低，这当中有很多特朗普想的，但现实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特朗普是一个喜欢先讲话的人，他今天讲什么话都可以，有可能这是他未来对这些国家谈判的筹码之一，在谈判的时候可以开天杀个价，然后再慢慢的去商议，也有可能这只是他拍脑袋想理想的东西，未来能不能落实，而落实的代价他愿不愿意接受，这都是未知之数。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种种的发言和未来的政策已经使到资产市场恐惧，中概股港股已经跌了很多了，人民币对美元也是跌到了最近的低点了，而全世界的资金也有很多离开了中港股市而去追虚拟货币有关的资产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美国有美元的危机，金砖和世界其他的国家为了自保必然要去美元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现在特朗普是翻牌了，收hand了，要不就成功，大家不敢再离开美元，这个美元就安全了。但也有可能这一次要求其他的人也要摊牌，但是其他人到最后是选择离开美元，美元的时代正式是告一段落。如果这个发生的话，就会引来很大的金融的震荡。那现在我们看到明显的在虚拟货币这里有一个泡沫的诞生，大家预期特朗普的政府会对虚拟货币有利好的政策的出现，甚至政府入场去购买虚拟货币，所以这个时候虚拟货币是涨得不得了。那在历史上所有的泡沫到最后都会被爆破，而爆破之后就会发生金融海啸。我们看到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因为当时亚洲的经济和房地产发展的泡沫过剩，结果泡沫经济爆破了。千禧年的 .com 泡沫、科网股泡沫爆破，也带来了经济的衰退。08年的次按危机，很多不合理的有毒的资产打包，而创造了一个房地产的泡沫，也在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爆破，房价跌了很多。所以这次虚拟货币也可能带来一个巨大的泡沫，什么时候爆破我们不知道，但我的感觉是这个虚拟货币
币的泡沫在有一天会像以前的所有泡沫一样会爆破，而爆破之后也会带来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到时候就算我们不买虚拟货币，我们的财富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2个大的原因可能会导致一个大的金融的风暴，一个是美元危机，另外一个是加密货币产生的泡沫，当它们爆破的时候产生的危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做2样东西。第一个是远离虚拟货币，把我们今天的财富分散投资到各种各样的资产，降低我们的杠杆，使到金融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个泡沫爆破之前去参与分一杯羹，但是真的要学好 Rich 那一套技术分析里面的风险管理的技巧，那在泡沫爆破的时候及时的离场，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带着一点盈利离场。看完这个影片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并且也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因为在这个讯息万变的年代，你是需要马上的了解市场的情况，并且来调整自己的策略。而我们的频道也会第一时间的出影片和直播来告诉大家，所以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能马上收到我们的通知了。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